本视频分享视频以及视频关注进入到主播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各位老铁们、各位新朋友们、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聚焦国际热点，关注身边生活。大家好，这里是御林军61军团直播间的现场，我是大家的军团长，也是主持人苏玲啊。每天晚上5点半准时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见，开启轻松愉快的夜晚，非常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啊！废话不多说，今天咱们直接开始因为新闻太多了。兄弟们，第一个事儿啊，我知道大家也在关注中东啊，但是今天第一个一定要跟大家讲俄罗斯跟乌克兰，因为这两天头版头条就是这个事儿。什么呢？俄罗斯这次啊，确实打得有点不太尽如人意吧？啊，这次有点危险了，就眼看着俄军处理手段不够强硬，这边乌克兰蹬鼻子上脸了，真的又安排了4个旅，将近2万人呢，兄弟们，2万人的兵力增援，打算把战火彻底烧向俄罗斯本土。但问题来了，家人们啊，这么做对乌克兰有啥好处啊？就简直我们只要是个正常稍微懂一点军事，稍微关注俄乌冲突的，你们就知道，这无疑就是以卵击石。你干到人家俄罗斯本土去了，而且你要后援没后援，要武器没武器，要增援没增援的，对不对？2万人，你这不是你自己釜底抽自己的心吗？现在整个俄乌战场上你都没有什么这个后勤补给，包括那些精英部队了，你把2万人干到俄罗斯境内去，你这不是送人头呢吗？这么做对乌克兰有什么好处？俄罗斯又会怎么应对啊？将近2万人这个援军，这个是咱们第一个事儿来讨论啊。第二个事儿，家人们，俄罗斯今天啊，就是咱们讨论到中东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就说了，说俄乌和巴以这个事儿我们得联动起来看，对不对？现在为什么要乌克兰干到俄罗斯本土呢？就是美国想要干涉俄罗斯，想要牵制住俄罗斯，不让俄罗斯向中东看。但是今天俄罗斯非常给力啊，在中东这边人家没撒手，直接给伊朗送过去了5套 S-400防空系统，而且放话了，说能打下 F-35之后，美国彻底摊牌。然后呢，喊话说俄罗斯想在中东干，那就在中东干。随机啊，老铁们直接整了个什么呢？一整个的 F-22中队，美国的啊，紧急干到卡塔尔了。这个地方在哪儿，家人们？和伊朗就隔一个波斯湾呢。难道这次咋的？美国真是要跟俄罗斯玩命了吗？硬磕一下子吗？那可有热闹看了。对吧？这是第2个话题。第3个话题啊，伊朗的这个新任的某总统啊，面见了我哈哥啊，哈梅某内伊，完了呢，建议立刻停止轰炸以色列这个计划啊，还呼吁说马上要跟美国去谈判。转头呢，黎巴嫩真主党不干了，直接宣布了，说你什么意思啊？如果你伊朗你要不报复的话，我们单干，我们黎巴嫩真主党我单独行动，我要对以色列发起轰炸。啊，这是黎巴嫩说的。另外还有什么事儿呢？以色列要求参加日本长期被核爆的那个纪念日，但是呢，临近纪念日到来的时候，日本反悔了啊，直接拒绝以色列了，这就老奇怪了。以色列为啥强烈要求要参加这个核爆长期这个纪念日呢？对不对？日本为啥拒绝呢？啊，这搞笑啊！还有什么事儿啊？就美国总统喊话，说特朗普不管当不当选总统啊，美国都有可能爆发内战。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民主党想要搞事儿吗？今天消息是不是都够大他的了，够炸裂的了，对不对？今天老铁们啊，咱就说不仅仅中东那边有大事儿啊，乌克兰直接干到俄罗斯，也多多少少的确实有点让人想不到的地步了，已经干到想不到的地步。怎么回事呢？必须先讲这个啊，因为头版头条今天上午10点来钟啊，参考消息报的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宣布，一个F-22的飞行中队，大概是10几架战斗机吧，啊，已经抵达卡塔尔了，啊，直接就战备了。你们没听错啊，美军也不考虑什么会被击落呀，或者 F-22神话被打破呀，直接家人们就把一整个 F-22的中队部署到隔着波斯湾对面就是伊朗的卡塔尔啊。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了吗？不是最狠的。在宣布完 F-22部署在卡塔尔之后，兄弟们啊，美国国防部长大黑驴直接对外就宣布一个事儿，说现在我们已经对伊朗发起警告了，如果伊朗啊对小椅子这边发起行动，那么美军承诺啊，这是售后朗哥新政府和经济必然遭遇到毁灭式的打击。美国和伊朗啊，对不对？说的直白点就是什么？美军这次不但做好了下场的准备，甚至已经做好跟伊朗硬碰硬开干之后的准备了，对不对？那么说到底有老铁啊，有老铁就要肯定讲话了，说这个内塔尼亚胡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这美国是终于准备下场了，以色列这回是不是老开心老高兴了？我说实话啊，以色列高不高兴咱不好说，但是大家难道不好奇一件事吗？家人们，你们好不好奇？前些天美军还在到处找人说情呢，想要靠战略威慑把这事给摆平了啊，让伊朗说歇一歇。怎么1周时间都没到呢？美国人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啊，直接就能把 F-22一整个中队还有 B-52轰炸机这样的玩意儿全部部署在中东，然后要放话跟伊朗磕起来呢。说实话，这个事儿真没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啊，我都说过了，俄乌的事儿跟巴以的事儿综合起来看，什么原因？就是俄罗斯被入侵这个事儿已经彻底炸锅了。而普大帝因为这个事儿，确实现在在中东这边有点应付不过来啊。怎个事儿呢？昨天咱们说到哪儿啊？说到乌军直接干到俄罗斯本土啊。我说这个事儿影响力非常大，比前5次干到俄罗斯本土这个事儿加一起还要大，对吧？但是呢这个有好多这个自媒体都在讲说这个就是乌克兰以卵击石。我们刚才也在说，对吧？说为了问美国要这个援助啊，那我昨天我确实不好反驳，包括刚才我也说了，很多人都说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但是今天最新消息来了，家人们，昨天上午啊，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说，弄死了300多号的乌军，打爆了100多辆的坦克，包括装甲车，并且把剩余的几百号的乌军呢围个七七八八，水泄不通。但是兄弟们，就在昨天下午，战况一下就转变了，你们没听错啊！怎么回事呢？这次乌军干到俄罗斯本土，其实这个事儿发生在8月6号。俄罗斯方面刚开始的时候把消息给嫩住了，知道吧？直到7号、8号实在是捂不住了，就昨天和前天嘛，才被陆续的曝光啊、视频啊、照片啊、新闻的全出来了啊。那你们想，这都好几天了，这么严重的事儿，普大帝亲自指挥，结果呢，处理结果就只是把这些乌军给弄死。我就问你，如果你是美国，咱有人说了，那不说你看着吧，肯定有后续。是，我也知道会有后续，但是时间等你吗？给你这个机会吗？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已经过去都有2、3天了啊！你看看这个处理结果，你看看这个情况，如果你是美国，你怎么想？肯定是太好了。你俄罗斯既然这点底线都没有了，既然只是找乌克兰的事儿，把入侵这些乌军给弄死，而且你到处游击战，你还处理不好，那我忍啥呀？我直接干你俄罗斯本土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你们别觉得说苏你太夸张了，现在这个情况它就是这样的啊。美国人一看俄罗斯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应对措施啊，也没针对美国干一些什么事儿，我的个妈呀！家人们，大黑驴一个电话就干到波罗的海3国了，说来，现在你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们现在最近机场被炸了，是不是啊？心里突，心里害怕。但是呢，你就看看啊，那乌军正规军都干到俄罗斯本土3天了，你看那边他有啥办法了吗？大王那边啥事没有。所以我告诉你，你得消除对俄罗斯这种什么呢，担惊受怕这种威胁的感觉。现在你想找俄罗斯事儿，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机会了。你们错过这个机会，我告诉你们3个波罗的海啊，你们几个错过这个机会，你这辈子都未必有这么好的这个把手，你去干人家俄罗斯的。然后呢，有2个小么咔哧眼的，那这没啥事儿。但是立陶宛一听这个话，兄弟们，立陶宛心动了啊，说那大哥，我应该干点啥呀？你想让我干啥呀？是吧？然后奥斯汀大黑驴呢说，你就直接把 F-16给我开出去，而且这次你别再去什么利沃夫这种乌克兰西边了，你真的，你开着 F-16，你叮当456，你就给我干到赫尔松，哎，你就杀到俄军前线，然后我保证你的安全。哎呦我的个妈呀！波罗的海其他2国少一少啊就不敢，但是我跟你说，立陶宛真行事儿啊，这哥们胆儿真大呀，真的，就你别看他这国家不芝麻大点儿，但是艺高人胆大。他一听这话，老铁们，那血液直通脑门啊，做事都不经过大脑思考了。美国人这边话还没落地上呢，2架 F-16叮当456从立陶宛的空军基地干出去了。然后在美国加油机的帮助之下啊，一下你别说真干到赫尔松了，并且还在50多公里之外对着俄军阵地咣咣就是2枚大导弹。
完事之后他还没走呢，你别说，你看胆大不？完事之后不走，晃悠一圈，溜达一圈，最后在俄军赶来之前才迅速撒丫子跑出了赫尔松。咱就说这个行为，说句不好听的，你是不是？我如果说现在啊，就我说北约参战，你已经越过这个红线了，你已经打破这个底儿了，有没有人反驳我？没有人吧？是不是彻底被打破了北约参战这个红线呢？对吧？你们想，飞行员是谁的？不可能是乌克兰的，没培训完呢，对吧？飞机都没摸着手呢，肯定是北约提供的，对吧？飞机是谁的呀？也是北约提供的呀。就连起飞降落的空军基地，包括空中加油机，包括信息指挥场所，那都是北约全权负责的呀。你说这是不是已经，话说回来，是不是北约已经参战了？而这个事儿对于泽连斯基来说，我的个妈呀，那都不是大力丸了，家人们，那是济公从身上搓下来蹬腿瞪眼丸啊，往小泽嘴里叭叭一顿喂呀，那小泽啪一下子直接从棺材板里拔就弹起来坐起来了。所以说当时小泽啊，直接给他爹老美打了个电话，说我勒个亲娘我勒个亲爱的美国大爹呀，打了2年多了，你终于想起来要下场了，行，接下来我要干哈？大爹，你一句话，你一个安排就完事儿了。那你说美国他能让乌克兰干啥呀？那肯定是安心当炮灰呀，对吧？于是说时迟那时快，说到这儿关键就来了，有老铁可能就纳闷了，说不对呀，那美国凭啥这么大胆啊？中东打算下场，亚太这边快了，对不对？他居然还敢在俄乌战场直接下场吗？那真像他说的同时要打赢3场仗吗？我跟你们讲，你要这么想错了，知道吧？美国现在把亚洲都交给谁了呢？他放一边了啊，交给这些小咖了看着咱们了。他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一心想把中东这个事儿解决了，下场去救以色列。至于俄罗斯，老铁们啊，你别看他呜呜喳喳、呜呜旋旋的动作挺大的，但实际上他就只是拿个大喇叭，然后让北约国家去出手。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如果兄弟们你们以为美国会自己下场，那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好使。而美国之所以这次搞这么大的动静，说白了也是看俄罗斯啊，他的底线突破了没大动作。说面对第一批干到俄罗斯本土这个乌军，处理方式也不够狠呢。在这之后美军已经决定了，说让乌军继续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继续干这个俄罗斯本土。那既然要让乌克兰心甘情愿当炮灰，兄弟们，那不得给点好处吗？这 F-16 直接飞到赫尔松，就是美国给的礼物，包括诚意。而泽连斯基，我的个妈，家人们，这哥们儿啊，一瞅北约10几万部队都就位了，然后 F-16 直接就上手轰炸俄军了，他就觉得说，哎呦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我大爹终于要下场了，说他宁愿放弃以色列都不愿意放弃乌克兰呐。当时老铁们啊，直接就上头了，知道吧？所以说这次美国人喊话告他，让他扩大对俄罗斯的入侵，这小子真干。泽连斯基真答应了，当时拍板答应的。于是就在昨天下午，家人们，俄军正要对剩余这七八八的将近700来号的乌军进行包围、进行歼灭的关键时刻，家人们你猜咋的了？居然乌军有后援，你们敢想不？乌军第22叫机步旅啊，大概是2700多人，还有第88机步旅满编4400人，直接突然绕过俄军设置在边境的检查系统、侦察系统，直接干到俄罗斯本土了。夸张吗？有人说这太夸张了，这还没完呢，家人们，还没有更夸张的呢。更夸张的是啥呢？根据最新的情报乌军第47机械化旅带头，还有沙旅，将近2万多人，浩浩荡荡正从3个方向此时此刻就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移动呢。吓人不？老铁们，就乌克兰本土被干成那奶样，已经无兵可用，无武器可用了。他现在能干出来将近2万来人，加不得3万人，干到俄罗斯本土，干到库尔斯克州边境，这是要干啥呀？疯了吗？这是啊！咱说白了，这是干什么？明眼人看出来了，我们从表面就能看出来，是乌军打算集中一切优质兵力把战火直接干到俄罗斯本土对吧？然后有老铁就问了，说现在乌军突然间增加2万多人呐，妈呀，那
小毛子这边咋整啊？大毛这边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来啊，咱先看看普大帝怎么安排的吧。昨天呢下午啊，瓦格纳部队已经紧急赶赴战场，去接替车臣特种部队的位置了。有人说跟车臣有啥关系啊？老铁们好奇的可以看我段子去啊，把车臣给换了，太丢人了，咱今天就不说了。那除了这个瓦格纳，还有呢，就俄军南部战区的第一军一个下属的一个叫顿涅茨克民兵旅啊，最后呢就是一个俄罗斯空天军的摩步旅。怎么说呢？除了瓦格纳还好点，你就像这个叫顿涅茨克这个民兵团呢，还有那个战斗力还行吧，啊，战斗经验也好，但是这个装备啊，家人们那差的都不像样了。还有那个叫俄罗斯的空天军的摩步团啊，听这个名挺厉害，对不对？但是这个部队最近呢刚成立的啊，装备非常的简陋，好多武器都没有，重型武器都没有。你就这玩意儿你过去了，咱现在都不用想啊，家人们。那等乌军这2万多增援部队打过去了，俄军的防线刚开始就得崩溃。真的，老铁们，这我也不懂军事啊，我也不是军事分析专家，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这么想，我脑袋里的画面就好像够老呛啊。其实我要说什么呢？要我说啊，这应对方法真是属实是有点不太尽如人意，是不是？现在俄军好不容易打出来的优势，那在俄乌战场五玄玄的，我们都已经都不想讲了，那他必然胜利了。那中东这个牌面，俄罗斯安排的方方面面的。如果兄弟们现在这个事儿啊，任由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作妖，多的不说，你再僵持1个星期，你看看，北约立马参战，你信不信？然后就逼着俄军出动大批量的军力来应对。你到那个时候，俄罗斯想打赢，俄罗斯必然赢啊，这是毋庸置疑的。打到什么程度，俄罗斯输不了，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就不一样了，你可就更多了。现在要想把控住局势，最简单的办法，直接撤出平民，然后什么轰炸机、战斗机、叮当456全给你干上，空中优势就收拾死你，直接洗地。收拾完俄罗斯境内之后，直接对乌克兰政府叮当456干。是不是轰炸直接开始？什么泽连斯基呀，什么布达，什么诺夫啊，什么希尔，什么司机呀，对吧？所有司机我全让你干成司机，我所有的司机我都给你干司机了，对吧？有一个算一个，该处理的都给我处理了。只有这样的，才能让俄军的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然后普大帝才能专心致志的去处理中东的事儿。不过这也是咱个人的看法啊，该说了，咱也不是人家智囊团，咱也不是军事专家，后续怎么整还得看着普大帝安排，对吧？毕竟这次普大帝的应对稍微有点奇怪，我觉得反常，事出反常的必有妖啊，对不对？你说就1000多号人，俄军出动那么多兵力，打3天没剿灭完成，硬生生等到了乌克兰援军几个旅到位了。我觉得如果大帝是故意这么做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叫什么呢？叫计中计。什么意思呢？从一开始普大就知道美国让乌克兰杀进俄罗斯本土，甚至盯上了库尔斯克核电站，就是为了逼迫俄罗斯把目光从中东给转移了。只有这样，美军才有胆子在中东下场搞事情。而普大帝发现美国有这种想法之后，虽然可以直接破解，用非常极度暴力的手段把入侵的乌军全给你弄死，但是这么一搞，你说的美军还敢下场中东搞事吗？恐怕得掂量掂量了，对不对？可是你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啊，美国距离衰退、爆炸、爆雷就差一场战争，咱都不说大战了，局部战争他都玩不起。如果你是普大帝，兄弟们，你看见现在中东局势对以色列和美国这么不利，你舍得放弃这个机会不？你别说他，我都不舍得，肯定不舍得。那怎么办？普大帝的选择就是保护平民，然后间接示弱，诱导乌军北约深入，给美国人一点信心，等着美军在中东下场。等到美军上套之后收网，直接给你来个大地雷，对吧？同时对乌克兰和美国展开行动。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反正我觉得这事太反常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是吧？虽然我基于目前这个情况，对于普大帝的了解猜测啊，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啊。咱别管说真实性多不多，反正我是这么分析的。为啥这么说呢？那咱就得把目光回到中东这边了啊。中东发生了这么个事儿。首先呢，第一个事儿啊，非常搞笑。昨天我不是讲了吗？我说美军军舰不是被胡塞给干了吗？一下干了仨，同一时间干了3个商船，干了3个军舰。今天兄弟们实锤来了
啊，证据来了，美军叫科尔号驱逐舰到了修理厂之后，哎呀我的个妈呀，那维修人员直扑了脑袋呀。为什么呢？因为美军这艘名叫科尔号的驱逐舰今年3月份在红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被也门胡塞武装叮当456一顿干呐，不但甲板被炸得黢老黑，关键什么呢？当时也门胡塞武装是第一次使用他们自己研制的无人自爆小艇，直接打了美军，那叫一个措手不及呀，把船尾都给你干稀碎，干个大窟窿啊！当时这个维修厂这个人就说了，说哎呦我的个妈呀，你这个窟窿啊，还有那个甲板呢，属实让人给炸的有点惨烈呀，你想修好咋得7、8个月啊？但是你说美国人他能等这么久吗？根本等不了啊，7、8个月黄瓜菜都凉了，他还着急拿出去证明说自己没事呢，对不对？所以在完全修好和打个补丁凑合用之间，美军毫无犹豫选择打个补丁凑合用。然后兄弟们搞笑，这不就来了吗？这次修好之后啊，第一次出任务，直接被也门胡塞武装那家伙逮着，叮咣456一顿给干啊！不但把旧伤进一步给破坏了，而且旧伤不去，再来西伤。所以说好家伙，你就看吧，基本上这玩意儿算是废了。现在要修好，只能等着配件从美国本土发出来，也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个叫科尔的这个号啊，这段时间是完全动不了了。那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什么事呢？就在昨天，家人们，俄罗斯确实有大动作。俄罗斯宣布已经给伊朗送过去5套 S-400防空系统，并且现在已经完成部署了。现在啊，老铁们，伊朗的防空识别区已经基本上是整个覆盖了伊拉克的全境。这意味着啥呢？也就意味着如果以色列此时此刻想干伊朗，想偷袭，那他刚出门直接就能被 S-400给监视到。那你们以为这是最狠的吗？ No， 不是。最狠的是什么呢？俄罗斯的某前某国某防某部门色后我谷歌在中东直接讲话了，说老美啊，你给我听好了，这次 S-400那可不是你想的 S-400，你大爷已经不是从前的你大爷了。这次我专门升级一部分，我就来鼓捣你那个 F-35，你不是隐身的吗？我就鼓捣隐身的。你要想试试的话没问题，你看我能不能弄死你就完事儿了。这话感情好一说完了，美国沉默了，以色列也沉默了。你说这谁敢试啊？那万一还没正式开战， F-35叮当456让 S-400给干了，那得多影响士气啊，得多影响美国卖武器呀。所以这俩人沉默不说话，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啊，就在我这会儿以为说这次俄罗斯已经绝杀美国的时候，好家伙，二话不说呀，最离谱的事来了。什么事儿？昨天下午，伊朗那个刚上任的那个新的二把手嘛，二话没说，直接找到哈哥了啊，哈梅某内伊，直接找到他面前了，说不行啊，大哥，我分析一下，我觉得这个有说法啊，我强烈反对伊朗用导弹轰炸以色列，而且呢，我还要强烈建议，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得跟老美谈一谈啊，谈判。老铁们，你们没听错，就是之前忍了这么多次的哈梅内伊，现在都忍不了了。结果呢，这伊朗刚刚上任的二把手，哎呦我的妈呀，感谢神秘人的龙啊，谢谢你啊，他认怂了，而且光速认怂啊，不惜以下犯上，直接干到色后哈哥面前，要求伊朗取消全面轰炸以色列这个计划。这是哪儿来的龙啊？感谢啊！说真的，当时我看完这个消息我都蒙圈了，龙都蒙圈了，龙都一个拐弯跑走了啊！倒不是说意外，主要是现在他说这个话，难道不怕暴露投降派这个身份吗？对吧？要知道哈尼亚的死跟他的这个总统就职仪式那是密切相关的呀，对不对？要自曝自己是投降派这个身份，那也得等开战之后啊，然后你再搞事儿啊，对不对？所以事出反常啊！就在我想的时候，感谢神秘人啊，哈梅内伊这个大哥也是真淡定啊！这新总统都说这个话了，哈梅内伊也没有一怒之下直接让他滚蛋，
只是口头上说你赶紧给我走吧，啊，我拒绝你这个提议，有想法你给我憋着啊，你赶紧给我回去等消息吧。离谱不？那简直就叫兄弟们，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他到家了都。就这次俩人争吵过去没多久，家人们啊，美国这边竟然出来个消息，你们猜啥消息？美国这边报了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消息啊，怎么说的呢？之前求爷爷告奶奶要找的伊朗进攻的计划书，找了得有将近7天，1个来星期了，对不对老铁们？但是今天说终于拿到手了，已经拿到手了，你们没听错啊！之前用了1个星期没搞到的情报，突然间就到手了，就像我这条龙也突然间到手了。谁呀，大哥呀，别刷了啊，吓死我了！我直播间从来没有人给我刷过那么多龙，别刷了，别刷了，咱点点小红心就行啊。那你们想，之前美国不知道伊朗啥时候进攻，从哪儿进攻，对不对？有多大规模？现在他知道了，那肯定得做出点什么这个计策反应啊。那说到这儿，老铁就会问了啊，说这个美国人什么计策呀？什么反应啊？我跟你们讲，准备措施比起之前美军增兵和部署最起码多了1倍。敢想不？之前家人们啊，美军准备2万来人呐，我都觉得说妈太多了啊，太多了。但这次呢，今天环球时报报道的说，美国那个某国某防某部门透露了，这次美军对中东的增援包括部署已经多到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了啊，已经多到一个惊人的地步了。我知道有老铁都不信，但新闻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随便查，现在完全没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就完了吗？没有啊，这次美军在筹备战争阶段啊，做的最重要的一个事儿，是他终于说动以色列了。什么概念呢？就在昨天下午，内塔尼亚胡突然间宣布了，说以色列同意和谈啊，同意和谈，在8月16号的时候去埃及或者去卡塔尔都行。而且这次内塔尼亚胡老有信心了，他真觉得能把这个谈判谈成功喽。你们好奇说啥？这现在啥玩意儿啊？这太乱套的了！他不就想美军下场吗？这美军叮当456都马上下场了，怎么着把以色列要和谈了？这不是疯了吗？是不是？他谈啥呀？怎么说呢？主要是啊，兄弟们，辛瓦尔当时这个当上老大之后，花了两周的时间嘛，本来要花2周时间去整顿一下哈马斯的内部，结果呢，你别说2周了，这哥们儿啊，家人们，在哈马斯内部的声望太高了，2天都不到，不但把哈马斯所有的部队全给整合完了，而且连作战计划都干出来了，家人们。而辛瓦尔呢，他不是什么犹犹豫豫的主，这哥们儿老狠了，而且老恨内塔尼亚胡了，跟以色列那叫血海深仇。第一次行动计划直接招募500多个敢死队儿，你说这500多个敢死队干啥的呀？对不对？要直接从加沙突围呀，然后说干啥呢？然后对以军的指挥部要直接进行一次突袭行动。虽然说一开始啊，我不看好这次的突袭以色列这个行动，但是呢，辛瓦尔带领的哈马斯敢死队那绝对是争气的。最开始那个阿克萨洪水策划人之一就有辛瓦尔，他们在离开加沙之后没有选择单独行动啊，而是直接联系到哪儿了呢？联系到黎巴嫩真主党了。干啥呢？想要真主党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持、炮火支援。而真主党这次的行动啊，家人们也是贼拉猛，够猛的。根据小道消息说的，说这次行动之前，伊朗的这个新任的2把手派人通知真主党了，说要求他们现在暂停，立刻马上暂停对以色列的轰炸。结果你们知道这帮真主党多狠不？这帮黎巴嫩真主党，你知道咋说的吗？说伊朗你什么意思？如果说现在你给我们个话，你要不报复以色列本土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我也有需要报复以色列的行动，我单独走，我单独行动。所以今天我就告诉你，如果伊朗大哥你要是收手，我没话说，但是我黎巴嫩真主党，我必然我自己单独行动了，真的。这就是真主党老大今天说的最新的原话。你们说这表态猛不猛吗？我都蒙圈了。然后咱再说回到战斗啊，在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之后，黎巴嫩这次是二话没说呀，直接拉出来40多门的卡秋莎火箭弹，
对着以色列全境，兄弟们，就是今天早上的消息，叮当456一顿齐射，什么概念？40门卡秋莎，6发齐射，40乘以6，一共240发卡秋莎火箭弹，对着以色列叮当456各个地方主要城市城镇全给你干了。而哈马斯敢死队趁乱直接出击，直接出手，就这么一路小跑一路突围，直接干到以军第77旅的总指挥部了。老铁们，说到这儿你们可能会说了，妈呀，这么大阵仗呢，就突袭到一个咋的一个旅的指挥部，这能搞着啥情报啊？你还真别说啊，老铁们，这次目标虽然小，但是情报确实很重要。什么事儿呢？就是以色列这次已经有了用战术核武器轰炸加沙的计划了。不是说用了，马上要用战术核武器去干加沙。你们没听错，真就是用战术核武器去轰炸加沙。有老铁就觉得说太意外了，怎么可能呢？可能会认为说这个核武器用完之后，那核污染，那得以色列自己也得受影响啊，对不对？也得在，因为他就在加沙旁边嘛。但是按照辛瓦尔透露出来这个情报，以色列要的就是住不了人的效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战术核武器这个玩意儿，就算丢在加沙了，他也不可能把加沙人全给弄死。但是有了核污染，那么加沙难民转移行动就是迫在眉睫的事儿了。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是最好的办法，损不损？所以说使用核武器的后遗症，在以色列的眼睛里面根本不是问题。人说死不死谁家儿女啊，对吧？至于以色列有这个计划啊，但是他会不会用，我只能说这个计划其实已经开始推进了。有人说苏你吓唬我们的吧，我一点不吓唬你们啊，但是出了点问题，所以说没推进下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是8月9号，对吧？大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不是什么节日啊，但是8月9号是美国核爆日本长崎的周年纪念日。以色列本来打算的计划就是要效仿美国核爆日本，然后给加沙来那么一杵的。所以说为了这个事儿啊，以色列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天天喊打喊杀呀，天天喊着要派人去参加这次核爆日本的这个纪念日啊。结果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日本人答应的好好的，昨天也就是今天纪念日的头一天呗，日本方面突然间站出来喊话，说我拒绝啊，你以色列可别来，你那代表来我不欢迎啊，说拒绝人家参加他们这个纪念日活动了。再包括长崎这个市长也站出来表明了，说我严正拒绝啊，我不欢迎你。就这么的让以色列失去了用核爆日本长崎纪念日来宣传的机会。那没有舆论作为铺垫，你说以色列怎么推进呢？没有办法推进。但是这对于以色列来说是问题吗？对吧？是问题。但是你说对于美国来说那叫事儿吗？只看美国人一顿操作猛如虎下来，我的个妈呀，先是乌军好几个旅增援到俄罗斯本土，直接干进俄罗斯，然后是美军 F-22中队直接干到就跟伊朗隔一个波斯湾的卡塔尔，再然后兄弟们，美国海军陆战队浩浩荡荡乌乌泱泱，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直接干过去2万人，再次增援中东，这一下把局面打开了，格局上来了，对吧？而以色列一瞅说美国人都整到这地步了，那不下场啊也得下场了，我这次不是赢了吗？那怎么整呢？有些人可能会说以色列现在就应该继续搞事儿啊，你就干呗，等着美国来处理，就拉他下场。但是这肯定是不对的，家人们。现在以色列非常非常收敛，没感觉吗？越来越收敛了啊，越收敛才越能打造出受害者这个形象，美军的援助就会更多。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美国最在意的就是他那个文明灯塔这个旗号，包括这个名号，对吧？就像这次内塔尼亚胡突然宣布要在8月16号跟巴勒斯坦和谈，你甭管小胡子是不是真心的，咱就是说现在哈马斯他能同意吗？如果说当时哈尼亚在场的时候他能同意，哈尼亚是个温和派，现在辛瓦尔在任呢，辛瓦尔能同意说干死你就干你，你投降都不好使，你今天跟我和谈我都不跟你谈，肯定不同意。但是一旦拒绝了，家人们，那么好了，责任是不是都在哈马斯头上了？反正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兄弟们单从最近这个局势来看，自从俄罗斯被乌军杀到本土之后，反美势力这个对比美以的劣势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如果这边不是普大帝故意设的局啊，诱骗美军包括什么这个乌克兰下场参战的话，那这次中东这个局势，我估计就凶多吉少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多设计、很多环节，我们现在还不太明白，大的还在后面呢，咱们就等着看好消息。然后说完这个，咱再把目光转到美国啊，很多人就说现在美国都啥样了，他能下场中东吗？我说实话，家人们啊，这个话只能是对了一半，真的就是因为什么？美国现在已经这样了，破罐子破摔了。叫死马当活马医，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现在不下场，反而就是直接等死。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啊？现在美国大选，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次美国大选已经火爆到极点了。什么程度呢？随时爆发美国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有。你们以为说苏儿你是不是吓唬我们？你们错了。啊，真错了！环球时报昨天报道的说啥呀？说老登在接受那个叫什么 CBS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突然之间讲了一段话，让所有人啊，兄弟们大吃一惊。他是这么说的：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获胜，他都严重怀疑，在2025年时间点都给你弄好了，说2025年1月11号总统大选之后，权力是否会和平移交？什么概念？什么意思？兄弟们还记不记得之前老铁们有前一段时间那个非常火的一个电影叫老美内战？光这么说就已经够吓唬人的了，对不对？老登又加了一句，他说了，如果川普输了，我现在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为啥呢？什么意思呢？老登说，很多人觉得川普天天在讲如果我们输了就会血流成河这样的话，是在吹，是在吓唬人。但是我老登不觉得呀，我觉得如果川普输了，他说这话有可能是真的呀。大家注意啊，家人们，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而是现在的美国大哥说的，对不对？到这儿有人可能就问了，说老登跟川普他俩是冤家对手啊，他说这话咱能当真吗？他这是在黑川普帮哈里斯啊，真是这样吗？我跟你们说，真说不定，家人们，美国老吓人了。现在老美现在这个形势非常诡异，和之前非常不一样。就诡异到什么程度呢？之前的老美大选候选人之间啊，虽然说台面底下斗得相当之厉害，但是在台面上大家多多少少的咱就说了，保持那么一丁点的客气，那么一丁点的克制和和气。但是今年兄弟们你再看，直接起步叮当456啊，直接起步硬给你磕呀，人身攻击呀，而且用的招都是下三滥，老黑老狠了，简直就是在看猴戏。真的，尤其是前2天哈里斯选了这个沃尔茨啊当他的副手之后，那双方之间斗的我勒个去不可开交啊！那这能看出来什么呢？从现在这个形势来看，今后老美大选的形势应该是川普的副手成为拖油瓶，然后他一个人大战哈哈姐和他的副手。你说董王他再牛，他能1打2吗？咱就算能，可问题现在董王他有个拖油瓶啊，这个拖油瓶叫万斯呀，对不对？那么到时候就得说了，为啥看到这幅场景之后，老登突然间跑出来说大事不妙啊？川普如果输了的话，我们老美这个内部肯定会发生内战。我之前讲过啊，在美国政客当中，其实老登算是老江湖了。他从1970年啊，1970年代吧，就选上参议员了，在老美最高层这个圈子混了将近50来年。啊，啥事儿他没见过，啥人他没经历过呀，对吧？一看这种情况，他就觉得说川普这个形势已经是不太妙了啊！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川普真有可能输。他输了之后会出现什么事儿呢？第一，老铁们，你们别忘了，老美在美国那持枪是合法的，对不对？登记在册的武装团队直接就有300多个，大概是几百万人。虽然说这几百万持枪的武装团队啊，两党是平分秋色的，大家都控制的有，对不对？但是呢，支持特朗普的武装团队那战斗力嘎嘎一嘎子猛。上次只是100多个组织中的其中一个，名叫骄傲男孩，这个组织直接干到国会了，整了个国会战事件。这次兄弟们，如果川普再输了，高喊一声选举作弊了，我告诉你家人们，那共和党100多个武装团队呀，将近170万人呢，兄弟们，说不定这次就不忍了，真是持枪开干了。那你说民主党这边能坐以待毙吗？
显然不能啊。但是你要用美军镇压那就坏菜了，一出手直接使用手段镇压，你万一镇压不住，你一时间镇压不住，那全世界都会知道老美内乱，对吧？所以说对于老登这帮人来说啊，就必须得干什么呢？支持民主党的武装团队赶紧准备好，防着特朗普有一手，对不对？董王的小弟要开干的话，兄弟们，老登的小弟也绝对不能手软，绝对要跟他开干。那么另外还有个重点，家人们啊，到底什么重点？一会儿给你们讲，好不好？